先确认一下现在的时间吧。我记得控制台在那个方向。脚步声。格蕾修，啊，华姐姐，你果然没事，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。我没事，华姐姐，除了身体还有点使不上力气之外，我一切都好。还有，好久不见。确实，好久不见。原来休眠舱停止运作，是因为华姐姐切断了它与功能系统的连接，而暗中的敌人也是对休眠舱本身做了手脚。不过就算没有我，只要你再坚持一段时间，功能系统也会因你在循环中的消耗而停止运转，或者是帮你把终点线往前挪了一小段而已。反过来说，要是你早已放弃希望，那么不论我事后做什么，恐怕都无济于事。这多亏了马文，如果他没有在一开始就为我创造这一天，我的精神恐怕早就被空无一物的黑暗吞噬了吧。就像博物馆角落里那些无人在意的画作。马文吗？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你在方舟休整期交到的新朋友，类似于机械助手，但当系统将马文相关的话一一展示在屏幕上时，我才意识到，原来在你的笔下，孤独竟然可以有这么多种形态。它可以是一只在繁星间捉迷藏的灰色小鸟，一朵快要枯萎的鲜花，一只手舞足蹈的画笔，也可以是一个圆头圆脑的机器人。当然，它更是你。虽然马文不能和我之外的人说话，但我可以把他的话转告给华姐姐。她说：谢谢你找到了格蕾修，也谢谢你发现了我。倒也不必这么正式。好，不过华姐姐，聊了这么久，我们还是进入当下的正题吧。确实，对于目前的情况，我们彼此都还有很多需要弄明白的事。华姐姐，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吗？听语气，你似乎已经知道答案了。对，虽然华姐姐对自己来到这里的原因有了初步判断，但我还是要补充一点，华姐姐，你现在并不是完全的花，你身上的颜色有一种半透明的质感，并且依附在另一种我很熟悉的颜色之上。如果不用颜色的说法，现在的华姐姐恐怕是被谁以投影的姿态传送到了这里。你是通过自己的影子而非真身，在这里进行调查。格蕾修，这种观察是凭借你的能力吗？毕竟循环里的华姐姐说过，沾染颜色的前提就是洞见那个人自己都难以察觉的本质。他倒是把我过去想说但一直没机会说的话说出来了。不过既然你能看穿本质，那此刻的方舟存在与崩坏有关的颜色吗？
就像华姐姐知道的那样，方舟上唯一与崩坏能密切相关的发动机，现在下落不明。那，如果我们把视角拉远，放眼整个启明，或者说，位于本征世界某处的这颗星球呢？如果在坠落前，方舟没有大幅度变换航向，那么我们此刻应该身处于太阳系的边缘。提问：方舟目前所在的星球究竟位于哪里？方舟坠落后生成的最后一份记录报告显示，方舟坠落点距离太阳约4500个天文单位，大约是海王星到太阳距离的150倍。不过，虽然该星球距离太阳极远，却奇妙地拥有充足的光照资源、水资源和2颗天然卫星，且未曾有过崩坏爆发的迹象。经系统综合评定，适宜播种。距离太阳如此遥远，这里本应没有任何光和热才对。等等，太阳，格雷修，这里的城市代理人曾经向我展示过一幅画卷，说那是关于世界起源的创世神话。在那幅画的某处，藏有一抹奇怪的光亮。我当时并未过多在意，只将它当作某种特别的矿石。而至于对地球来说最关键的阳光，在城市代理人针对是否能让我进入博物馆的讨论结束之前，我就留心观察过这里的天空。那里不存在任何类似太阳的发光体，有的只是一整片无极的光亮。在太阳系边缘做到这种程度，也太不可思议了。如果仅仅是关于自然现象的不可思议，或许还能用崩坏能加以解释。可有一个矛盾却与此不同，无论那个创世神话，亦或坊间闲谈，都存在着关于太阳与日的抽象概念。这就说明，最初传递这个概念的人，见过真正的太阳，也了解太阳对文明的重要性。而如果我们将这一推测加入捕获方舟、令你休眠，并擅自播种的幕后黑手的行动中，你是说，传递这个概念的人，以及对我和方舟出手的人，有可能是同一存在？没错，而且虽说微小，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个人此刻仍潜藏在方舟之中的可能性。提问：方舟内部此刻有多少人？2人，一位是驾驶员，一位是华。还好，小黄和小兰确实不在这里，也就是说，我虽然意外找到了失踪多年的格蕾修，却仍旧没有触及启明异变的根本原因。甚至由于格蕾修的投影之说，我反而无法完全排除自己的嫌疑。毕竟从时间上看，异变的确在我来到启明之后才发生，而小光和小程或许早有这方面的猜想，但还是决定给予我信任。华姐姐，你听到外面的声音了吗？去看看吧，我有点担心外面的小光他们。怎么会？格蕾修，这里交给我，你先带那几个孩子到安全的地方。好，华姐姐也多加小心。格蕾修没说错，我似乎真的是以投影的形式而存在，只是面对其他怪物的时候，为什么不会这样？你们没事吧？姐姐，我们没事。福华姐，这位就是格蕾修姐姐吗？是的，我在方舟里找到了她。那蓝和小黄，抱歉，我们已经确认过了，方舟内部只有我和华。
浮华姐姐。他们会不会被刚刚的怪物抓走了？大家先冷静一下，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说。其实我和绿姐之前说了谎，在博物馆里我们并不是一无所获，相反是收获了许多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信息。抱歉，之前没有将这件事说出来，一是出于对外来者的戒备，二是担心这件事会扰乱大家本来就不安的心绪，但现在瞻前顾后，反而会让事态陷入更不可控的境地。你们还记得展柜中的人吗？随着故事的发展，案件似乎终于来到了令读者最为期待的环节，而我们精明的侦探此刻也想起了那道潜伏于记忆深处的幽影。他瞪大双眼，愕然地念出了对方的名字。恰如此时此刻。